欢迎收看小姐姐的世界地图频道。今天小姐姐要带您来看厉害的法拉利博物馆。这次我们是从 Bologna 搭火车前往 Modena， 车程大约快半小时。第一站是参观法拉利博物馆，然后再逛一下 Modena 老城区。Modena 是意大利靠北部的城市，位于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。Modena 也被称为超跑之乡，因为这里就是法拉利创办人恩佐·法拉利本人的故乡。另外也被称为引擎之都，因为许多意大利知名跑车制造商如法拉利、兰博基尼、玛莎拉蒂都将工厂设于此地。其实意大利境内有2个法拉利博物馆，一个在 Modena 市区，另一个离 Modena 大约30分钟车程的马拉内罗小镇。所以我们这次选择了 Modena 市区的恩佐·法拉利博物馆。假如有时间的朋友，可以2个博物馆都去参观哦，因为2个博物馆之间有通票，买通票的话，价格相对来说会比较划算。从 Modena 火车站走过去恩佐·法拉利博物馆，路程只要10分钟而已，超级方便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恩佐·法拉利博物馆的入口处，门口会有博物馆的标志，非常好找。进去后，远远可以看到恩佐·法拉利博物馆的外观。建筑外观是流线型设计风格，很有现代感及跑车造型那种流线感的设计风格哦。我们从右手边这栋1馆先进去买门票，每人27欧元。因为博物馆分成2个部分，我们先从右边这个主馆先参观第1个展示厅，然后再去对面小间的2馆参观。小提醒一下，意大利很多门票都有淡旺季之分，所以冬天淡季通常很多地方的门票会比夏天便宜哦。顺便一提，博物馆内有提供免费语音导览，要用手机连接博物馆的 WiFi 后，扫描他们提供的 QR Code 就可以进入他们的导览网页，可以自行准备耳机连接到手机来听。没有戴耳机的话，可以到展厅入口右边柜台租借导览耳机哦，但需压一个证件。等还导览器的时候才可以取回证件哦。不过可惜的是，目前语言选项还没有支援中文就是了。首先我们来到主要展示厅，一进去小姐姐就 Oh my God， 人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跑车，超酷超炫的。这里的展示厅每隔一阵子都有可能换一次主题，所以会因为主题的不同，所展示的法拉利车款也会有所不同哦。这次博物馆的主题超特别，叫做音乐传奇与他们的法拉利。整个展览把音乐跟跑车放在一起看，因为2者其实很像，都是在科技的精准之中追求极致的表达。你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车，而是音乐家人生的一部分，而且这些车都是这些音乐艺术家和法拉利之间关系的见证。每一台车旁边都会有音乐家的名字，可以一边听故事一边看车，会更有代入感哦。从1960年到现今年代的车款都有。展示厅中有一个亮点，当小姐姐在拍这台法拉利 F1 赛车时，突然瞄到，咦，刚刚那个是中文字吗？结果仔细一看，上面写着林志颖。哇塞，可见他在 F1 赛车界的知名度有多响亮，连在意大利博物馆内都还可以看到台湾艺人的名字耶，真的是非常的骄傲。最后我们注意到后面的区有一台车，有工作人员看守着。上去确认后，发现原来那台车是2024年的车款。博物馆开放让民众付费乘坐拍照，但一定要工作人员在一旁协助才能上车哦，不可以自行开关车门，并且由工作人员帮你拍照。最后参观完后，可以去外面挑选你喜欢的照片购买，小张的是20欧元，
大张的是25欧元，有点小贵，但同时也会给你 QR Code 让你下载电子档。当然不买也没有关系啦。目前这个主题会一路展到2027年的2月，有兴趣的朋友到明年2月之前都还有机会来看哦。现在我们来到了2馆，这个展厅是恩佐法拉利的父亲阿尔弗雷多于20世纪初开设工坊的地方，如今是法拉利的发动机展厅。这里讲述了法拉利始终视为每辆车的核心为引擎。展厅分为不同的区域，在这个展厅，参观者还可以体验多媒体空间，观看恩佐法拉利讲述其引擎理念的影片。另外，还介绍了创办人恩佐法拉利的一生。参观完2馆后，小姐姐回到1馆内逛逛纪念品店，价格有点偏贵，但有些纪念品真的蛮厉害的，很值得收藏。馆内还有附设咖啡厅，可以休息一下，喝杯咖啡，来个小点心哦。另外还有一个赛车体验区，时长10分钟，其中7分钟用于体验驾驶，价格是25欧元。参观完法拉利博物馆后，我们前往 Modena 老城区逛一逛。因为查资料时发现 Modena 的主教堂、市民塔和大广场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，感觉一定要来看一下。途中我们先经过了一个圣诺瑟纪念神殿，这是一座为了纪念第1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 Modena 士兵而建的纪念性教堂，据说内部地窖墙上刻有7237名牺牲者的名字。之后我们来到了罗马广场，广场中间有一个雕像，是纪念 Modena 的爱国烈士西罗梅洛蒂，他被视为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先驱。广场旁边有一座很漂亮的巴洛克建筑，这是目前意大利军事学院的所在地，早期曾经是 Modena 的公爵宫哦。从罗马广场中间往下走一点，就会看到这座圣乔治教堂。最后终于来到1997年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大广场、主教堂以及市民塔。广场旁有建于17世纪的市政厅。大广场在中世纪是市民集会、交易、政治活动中心。主教堂是欧洲最重要的罗曼式建筑典范之一，建于11世纪，以建筑师弗兰佛科和雕塑家威利盖尔穆茨共同打造，展现了早期罗马风格艺术的高度成就。教堂外观以粉红色大理石为建制而成，室内气氛庄严。教堂内还设有大理石与浮雕装饰的精美祭坛。紧邻大教堂旁高高的那座塔就是市民塔。市民塔是可以登塔的，要上网查一下开放时间。塔的高度约有89公尺高，塔上是瞭望整个 Modena 城镇最好的地方。好的，今天一日游行程就介绍到这边，感谢你们的收看。喜欢影片的朋友们，请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感恩的心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